我妈嫁给残疾的老高时，已经怀上了我。可为了那不菲的彩礼钱，外公隐瞒了这件事。新婚当晚，我妈跪在老高面前说出真相。她求老高别退婚，别报警，等生下孩子她便出去挣钱，双倍奉还。老高沉默片刻，抱着被子去了隔壁，留下一句：那就留下来吧。他这句话给了我一条命，也救了我妈一生。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偶然翻开一本旧书，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欢迎来到时光书房，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我出生在一个海边的小镇，这个镇子最大的特色就是重男轻女。男孩出生，在全家人从医院回来的那一刻开始，镇上的人就纷纷张罗着来家里吃饭，随份子，沾喜气，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女孩出生，能幸运活下来的，往往会随便取一个不值钱的名字，然后在家里放养着长大，待嫁而孤。很不幸，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母亲曾经也是，但她这个人生来叛逆，不愿意循规蹈矩的活着，所以从小就立志要靠学习闯出一片天。只是这个梦想，在我外公撕掉他高考准考证的那一瞬间，化为了泡影。外公给他物色了一家纺织厂，一个月有600块，比他帮人家开船赚得多，还稳定。据说那个时候，我们家每天都能听见外公和我妈对骂的声音。他们一个说自己含辛茹苦多年养出了个白眼狼，一个说自己的人生不是对方的附属品。最终，我妈还是在外婆一身的淤青和声泪俱下的请求中心软了。人们总说，父母和子女的斗争，最后妥协的一定是父母，因为他们需要后续的保障，需要收回付出的沉没成本。但在我妈身上，妥协的好像永远都是她。纺织厂的工作枯燥又乏味，我那不甘于平淡的母亲便致力于做工厂中最亮的那一个仔。听阿姨们的描述，当年的她总是穿着最时髦的花衬衫，带着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小饰品，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羡慕地盯着看很久。于是，新的麻烦便惹上了门。有几家人看上了我妈，他们说她屁股大能生儿子，说她年年评先进，能干赚得多，还有人说她聪明，以后娶回家干家务肯定是一把好手。我外公喜不自胜，像是投资了很久的专案终于有了回报。他开始坐地起价，跟没人大似的吹捧我妈身上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优点。据我妈本人说，那是她19年以来第一次听见那么多夸赞。但他没有被这些虚伪的好意冲昏头脑，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叛逆人设。王家的麻子太丑，李家的儿子太穷，镇子西头老赵家的模样倒是还说得过去，但那人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天天喝酒搓麻将，我妈看不上。一来二去，人们都知道老梁家有一个眼光高、嘴巴还毒的女儿，这可把我姥爷气的是吹胡子瞪眼。他货比三家之后，便擅自收了别人的彩礼，说是等到了日子就要把我妈抬过去。那时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恋人，是来我们这做表演的。我看过照片，一头卷发被松松散散地扎在后面，穿个白色的老头背心，嘴上叼着根烟，和那张比女人还精致的脸十分不搭。可是那个被叫做陆秋雨的男人，就和名字一样，是一片没办法扎根的浮萍。两个人的爱情开始没多久，他便跟随海风飘向了远方。据说我妈本来想跟他一起走，但是被全镇人抓了回来。这个小破镇子总是在这个时候异常团结，他们觉得我妈是镇子上的女人，不能跟别人跑。
但可惜，最后他和赵家那个二流子的婚事还是没成，因为他有了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外公简直是暴跳如雷。他想叫我妈去打胎，但又因为自己家里供奉着佛像，害怕杀生的罪孽落在自己身上，于是他就开始威逼利诱，想叫我妈把这件事情瞒下来。可我妈不想打掉我。她说，当时她就想，无论我是个什么样的小孩，她都一定要让我一生都自由自在地活着。赵家听说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不仅把彩礼钱统统要了回去，还把她未婚先孕的事情折腾得满城风雨。这下好了，我妈这个原本的热门商品一下子成了滞销品。我外公天天在家里愁得骂人砸东西。我妈本来想一辈子就这么算了，等我出生好好抚养长大就行，但老天好像很热衷于跟她开玩笑。妈妈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在妈妈怀我的第2个月病倒了，住院费和手术费贵得吓人，但不治就是等死。那段时间，一贯暴躁易怒的外公都安静了很多，每天就是望着窗外叹气。我妈想去打工赚钱，但镇上的人瞧不起她，不肯给她工作。眼见我外公又开始天天拎着礼物去媒人家里串门，他就动了离家去打工的心思。但是在他登上火车的前夜，在家中养着的外婆突然犯了病。我妈说她忘不了那夜自己母亲撕心裂肺的痛苦呻吟。她说那天外婆在医院里睁开眼睛，看见满屋子的白大褂后，第一时间就是嚷嚷着自己没病，说什么都要回家。最后被告知住院费已经被交上了，退不了，他才颤颤巍巍地在病床上躺好，然后往里面挪了挪，空出半个身子的位置。快来，荣花，你也躺躺，这床可不便移嘞。外公匆匆赶到医院后，神色中也第一次出现了慌张。我妈说她觉得很奇怪，明明外公抽烟、酗酒、家暴，无恶不作，动不动还总诅咒莫生下儿子的外婆，却在外婆生病的时候慌张得像个孩子。在医院的廊道里，外公第一次向我妈认了错。年过半百的外公一边磕头，一边用粗糙的手合十玛萨，祈求我妈答应他的请求。他说他求到了一门好姻缘，那人是隔壁镇子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就是在车祸中没了父母，还聋了一只耳朵。我怀孕的事情呢？我妈第一次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外公，没有什么大仇得报的爽感，只能看见他后脑上的白发和弯曲突出的脊骨。外公的沉默说明了一切。我妈叹了口气，说自己不想也不能骗人。跪在地上的人抹了把脸，往前挪了几步，抓住他的裤脚。医生说了，现在正好有你娘能用的骨髓，要是不做手术，那人可能就……荣花，你就当可怜可怜你娘，哪怕是骗，咱们也先救了她的命啊。我妈叹了口气，没有再争辩什么，只是默默回了病房，说自己要考虑一下。破天荒的，外公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随后颓废地坐在了地上。我妈说，那模样活像一只被抽走虾线的虾。回到病房，外婆罕见地坐直了身子。她把我妈叫过去，将那张不知道从哪里遗落的车票塞到她手里，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荣花，你拿上这个，走吧。人就是这么奇怪，先前挨了多少的打，受了多少的委屈，她都强忍着不哭。如今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却让她瞬间泣不成声。我妈将那张车票收好，随后哄睡了外婆。后来妈妈跟我说，外婆没出过门，也不识字，根本不知道。那张过期的车票，早在送外婆去医院的那一晚，就永久的失效了。我妈还是嫁去了隔壁镇子的那一家。
那人叫高玉成，是个中学老师，戴着副眼镜，长得文质彬彬，说话也慢条斯理的。我猜他之前一定是个标准的好孩子，不过可惜我妈不让我叫他爸爸。她说我们全家都欠他一条命，所以没资格以家人自居。我能接受这个说法，所以就叫他老高。我妈跟老高的婚礼很简单，就像我小学时玩的接对子仪式，去民政局盖个章，然后请着吃几顿饭就成了。婚礼当晚，我妈跪在地上跟老高坦白了我的事情。她说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辩驳的，只求老高能行行好，别报警。她会当牛做马报答他，等生下孩子就会出去打工，把欠的彩礼钱双倍还上。老高的镜片反射着灯光，他看不清他的眼神。片刻后，我妈头顶传来了一声轻叹：“那就留下吧。”随后，老高便抱着被子去了侧卧。老高和我那个漂泊叛逆的亲爹不同，他温和善良，说话都很少大声。我其实好奇过很久，像他这么不爱发脾气的人，究竟是怎么管住学校里那群上蹿下跳的小孩的。每次我问，老高总是笑着拍拍我的脑袋，随后说：“用心就行。”这句话不仅是他的口头禅，还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我妈和我也一直用着真心。我出生在一个下着雪的冬夜，当时老高刚刚盯完晚自习，回家发现我妈羊水破了，急得赶紧打了急救电话。但不巧的是，镇上发生了一起火灾，仅有的几辆救护车都被征用了，躲不开。不知所措的老高看着想起身自己去医院的我妈，眼一闭，心一横，咬着牙坐上了家里那辆夏利车的驾驶座。据老高说，他当时是真的很害怕，一碰方向盘，当年车祸的画面就在脑中接踵而至。但他又说，不能因为自己害怕就放着我妈不管。我和我妈都说，他就是个吃亏不嫌多的老好人。他只是摇了摇头，笑着说自己做人做事只求问心无愧。生下我之后，因为要取名字上户口，所以我妈又犯了难。按他的意思，上完户口他俩直接离婚就行，然后将我送回老家，他去打工还债。但老高摇了摇头，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本新华字典和好些个给我准备的小衣服。他是你的孩子，先取个名字吧。我妈看着他，咬着嘴唇说对不起。老高又摇了摇头，说没事，他和孩子打交道多，能养得好。他说我妈命苦，就别让我也跟着命苦了。最终两个人也没有离婚，就这么搭上了火。我也跟着我妈的姓，被起了个名字叫梁如。如什么就在他自己，如天如地也行，没本事如草如花也成，再不济如地瓜萝卜也没事。老高被这个解释逗得直乐，隔天就去给我上好了户口。我们就这么成了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家三口。我妈出去打工的愿望还是没成。老高说，哪有人没出月子就坐10几个小时的车去陌生的地方打工的。后来这套说辞就演变成了我需要人照顾。最终这件事情以老高给我妈找了个音乐老师的工作未结束。他的工资除了自己和我吃饭用的，剩下的全部交给老高，用作还债。我妈总跟我开玩笑说，老高不让他走，是因为怕他丢下我跑了，自己血本无归。我看着在书房备课的老高，摇了摇头。我知道他是心疼他受苦。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老高，他跟我妈不一样，人温柔又细心，做饭还好吃。如果不是他坚持否决了我妈做饭来还人情的事情，恐怕我的童年会非常的完整。所以对我妈不允许我叫老高爹的事情十分不解。后来屁股被打得多了，
自然就不敢叫了。老高对我的称呼不是很介意，每次邻居说起这件事，他就扶一扶眼镜，笑着解释。我挺乐意孩子这么叫的，一看就亲。但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也开始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产生好奇。我问我妈，我亲爹是什么人？她随手甩给我一本相册，让我从里面找找看。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张照片，虽然已经边角泛黄，但依旧能看得出来，那人是个手腕上纹了一圈鸟语的小白脸。看完之后，我嫌弃地将相册丢在一旁，转身看向老高。他没你好看。老高罕见地挑了挑眉，随后指了指照片，有些惊讶地看着我。真的？他白得像死人，要是我选，肯定让你当我爹。听见我的话，老高的嘴角不动声色地勾了起来，随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莫说什么就转身进了厨房。当晚，我碗里莫名其妙出现了2只大鸡腿。我妈说她别浪费这钱给我，留着给自己花。说着，她一边把自己碗里的2个鸡翅膀给老高拿，还动手要拿我的。老高偷偷冲我眨了眨眼，于是我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鸡腿都舔了一遍。我妈嫌弃地看着我，说明天晚上只许我吃素。老高一边忍着笑，一边把鸡翅膀拆了骨头放回我妈碗里。孩子长身体呢，没事。那你也得长身体啊，别老委屈自己。我妈把碗里的鸡翅膀夹回去。老高拗不过他，于是叹了口气，摇着头将2个鸡翅膀按一人一个分好。随后又把桌上我妈最爱吃的肉末粉条子夹了一筷子放她碗里。那咱俩都长身体，都吃。我妈见状，白了我一眼，这才作罢。我埋头吃饭，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悄悄瘪了瘪嘴。还长身体呢，都20好几的人了，也不知道害臊。我那没见过几面的外婆，最终还是没能熬过自己的第58个春天。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小学课堂上被抽背童趣。磕磕绊绊的我眼看就要被老师痛骂一毒，随后就被老高叫了出去，塞上了自行车。小茹，一会儿回老家，你记得多陪陪你妈。我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但却并不能明白死亡2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葬礼上，我妈哭得很伤心，虽然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撕心裂肺，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流泪，我却还是能感受到她的伤心。我从没见过她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只好去各个桌上窜来窜去，偷一些饭菜零食往她手里塞。妈妈，你是不是饿了？你想吃啥？我再去给你拿。我妈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机械地剥了一个橘子塞到嘴里，然后皱起眉头。好酸。听见这话，我赶忙拿过来准备尝一尝，却被甜得险些倒了牙。正当我想反驳说这橘子很甜时，一抬头却看见我妈红着眼盯着面前的棺材，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我说话。小茹，从今以后，妈妈就没有妈妈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踮着脚给她擦擦眼泪，任由她把我的手攥得生疼。不远处，老高正跟我外公那些男人商量下葬的事宜。那时候，镇子上流行的下葬方式有2种，海葬和土葬。只是女人一般都选后者，因为打鱼的男人们坚信，女人的骨灰撒向大海会为渔民带来灾祸。于是，一代又一代没有自由的女人在死后，依旧被禁锢在这片土地中。外公说要选土葬，我妈说要选海葬，2个人的争执最终以沉默收尾。我妈坚定地认为，外婆的一生都被禁锢在这座小镇，和她一样不得自由，所以现在拼了命的想要将她带离这座樊笼。
这种情绪在他和自己的父亲晚上单独吃饭的时候到达了巅峰。我不想这片土地一辈子困住我妈，这也有错吗？他放下筷子，别过双眼，不想自己落泪。外公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往嘴里扒饭。筷子和碗的敲击声清脆又刺耳，像是一个尴尬的人想要在这诡异的氛围中调节气氛。撒到海里，以后我就找不到它了。外公的话声音不大，却让整间屋子变得更加沉默。其实我知道，外婆的遗物里有一封遗书，上面是些只有我妈能看懂的鬼画符。我妈说，这里的女人大部分都不认字，所以就用那些符号来彼此交流。那封遗书上说，她想和外公埋在一起。我知道，我妈是不服气，既为外婆，也为自己，更为这片不公平的大海和土地。最终，这场闹剧再次以我妈的妥协收尾。葬礼结束之后，老高给外公安排了养老院。我妈说没必要，让他自生自灭就好。老高摇了摇头，说花钱好过以后让他受累去照顾。我妈叹了口气，说总觉得好像这么多年，没还上多少，却越欠越多。临走之前，外公拉着老高的手，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而后他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38000块钱，是他小半生的积蓄。这笔钱被塞到了我妈手里，她不想收，伸出去的手却莫能把布包塞回去。我初中的时候，那个便宜亲爹的乐队突然撞了大运，在国内爆火了起来。他本人也因为姣好的面容被媒体大肆报道，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而我则因为和他相似的脸，被同学们羡慕，甚至是妒忌。梁如，你是不是陆秋雨的私生子啊？对啊对啊，听说你从来不叫高老师爸爸，还跟着梁老师的姓。开玩笑的是我们班最有名的小团体，领头的人叫任光远，是个练体育的刺头，一开学就跟我不太对付。我没有理他们，只是默默地在座位上整理自己的东西。说真的，如果可以选，我绝对不想随他那张脸，搞得每次我照镜子就开始烦。但任光远显然莫打算放过我，他和他的小伙伴开始肆无忌惮地传播关于我的谣言。我不反抗，他就变本加厉；我反抗，他就偃旗息鼓，等风头过去再卷土重来。同学们大部分都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没人理他。但谣言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一旦有一小部分人开始关注，它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四处扩散，直至把谣言的主体吞噬殆尽。老高察觉到了我的不正常，询问过我几次，但都被我搪塞过去。他和我妈已经够辛苦了，我不想因为这些小事让他们劳心费时。私生女，干什么呢？别这么叫我。我一巴掌打开了任光远拨弄我头发的手，随后自顾自地翻动书页。我听说了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听我妈说，你当年怀了9个月就被生下来了，你该不会真的是私生女吧？她一边说一边嘻嘻地笑着，眼神上下打量着我，像是要从我的脸上找到破绽。我极力克制着内心情绪的翻涌，冲着他翻了个白眼，然后拎起水杯就准备离开。任光远却没打算这么放过，他挂着一脸坏笑地跟了上来。哎，我说，你妈给高老师戴了这么一顶大绿帽子，你是不是以后也会随你妈？谁以后娶了你可不得了喽，生个孩子还得第一时间去做亲子鉴定。我再说一遍，滚！警告并没有起作用，我的急躁和跳脚似乎成了对方的兴奋剂。他故作无奈地啧几声，然后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又使劲地捏了2下。怎么，小私生女还着急了？是不是要掉眼泪了？跟在他周围的几个人像是得到了什么信号，
爆发出了一阵怪异的哄笑，随后便挡住了我离开的路，强迫我和他处在同一个空间。压抑的氛围让我浑身不舒服，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任光远的手挪到我的脸上，眼神也开始变得奇怪。他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脸，随后用一种轻佻的语气跟我大言不惭地开玩笑：人家都说女儿随妈，你是不是也一样？要不然这样，你也跟我生个孩子，再找个跟高老师一样的冤大头。放心，我不说出去，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我去，献血了，快去找老师。随着一声巨响，哄笑着看热闹的人群被吓得作鸟兽散。任光远倒在地上，捂着头不断抽搐，鲜血从他的指缝中鼓鼓地冒了出来。我愣在原地，保温杯上是斑驳的血迹。老高赶到时，任光远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我看着他快步往我这里走，心砰砰跳得飞快。其实我不后悔给那个王八蛋开了个瓢，但我担心这会给老高和我妈带来麻烦。当然，我更害怕老高讨厌我。虽然任光远的话很过分，但老高的确没有责任对我好。从普世价值观上看，我其实只是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拖油瓶。他之所以对我不错，也全都是因为他喜欢我妈。如今我做出这种事情，恐怕他也不会要我了吧。算了，大不了就去跟外公作伴。我这么自暴自弃地想着，随后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老高很快来到了我面前，看着他铁青的脸和微微颤抖的手，我默默闭上了眼。是打是骂，给个痛快吧。但半晌之后，什么都没有。我睁开眼，他也正默默地看着我，镜片反着光。我看不清他的眼神，却意外地感觉到，他似乎并没有生我的气。老高，对不起。想着那些污言秽语，我最终还是没有把冲突的原因和盘托出。连我听见那些话都控制不住自己，我怕老高难过。他闻言，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随后拍了拍我的头。受委屈了吧，小茹，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孩子。这话一出，我只觉得自己好像被天上的响雷砸中了一样，怔怔地愣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是涕泗横流。老高莫说什么，只是搬了个凳子给我坐下，然后蹲在一旁给我擦眼泪。当天傍晚，我妈结束了去隔壁学校的教研会，一到学校就听说了这件事。她气得不行，不管不顾的就跑到了校长室，张口就骂。谁知道那个小混蛋跟我家闺女说了什么？事莫弄清楚，谁也别想往他头上扣屎盆子。梁如他绝对不是故意挑事打人的人。据说当时整个楼道都能听见他为我仗义直言的声音。我抹着眼泪嘴硬说他喊那么大声，太丢人，以后我都没法去学校见人了。你个小没良心的，老娘给你出头，你还嫌弃老娘？回家的路上，他听着我的话，戳了戳我的脑袋。老高在一旁笑出了声，我妈白了他一眼。还笑，都是你惯的。那天黄昏，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想，如果打远看过去，我们应该和普通的一家三口没什么两样。但温馨的时光还是被任家的问责打碎。任光远的父母坚持要老高和我妈赔10万块钱，还要开除我，不然就要报警把我抓去少管所。老高跟他们协商很久，最终他们说如果我愿意去道歉，可以考虑从轻发落。我妈是坚决不允许，即便她不知道我动手的原因，也坚信其中肯定有理由。但我不想这样，我不想他们再因为我深陷泥潭。所以我偷偷找到了老高，拜托他领我去道歉。跪下。医院内，任光远的父母冷冷地看着我，
语气中是不容抗拒的沉默。我看着他们，不肯下跪，却也说不出话。老高在一旁脸黑得像锅底，却还是为了我的前途陪着笑脸，说钱的事情怎么都好说，但不要为难孩子。孩子，他就是个杀人犯。当初那个梁荣花为什么嫁给你一个残废，你不知道么？是不是你的众都不知道？任光远的父亲制止了身边人的咄咄逼人，张嘴说出的话却更加苛刻。玉成，咱们也是老相识了，我不为难你，15万。再让他跪下磕头认个错，这事就算了。老高摁住了想发飙的我，然后叹了口气。如果你们一定要有人跪，那就我来。小茹是我的女儿，养不教，父之过。她还是个孩子，就我来。老高，你不许跪！眼见他准备带我受过，我赶紧窜上前去，用全身的力气把他搀扶起来。或许是他的举动给了我勇气，或许是任家人的态度激起了我的愤怒。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只有一个念头：我想保护他，保护面前这个老高。任光远，这本来是我们之间的事情，既然你非要扯上大人，那你就把之前跟我说过的话先再重复一遍，你敢么？缩在父母身后的任光远突然被我点到，被吓了一个激灵，随后便将头扭到了一边。你说啊，怎么？不敢么？怕什么？儿子你说，妈给你撑腰。哎呀，你拉我干嘛？任光远的父亲察觉到不对，扒拉了一下身边的人，随后目光复杂地看着我。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人都在侧着头看向这边，将声音也提高了几度。既然你不敢说，那我来说，反正我一五一十的记得很清楚。嗨嗨！咳嗽了2声之后，任光远的父亲不自然地撇了撇嘴，随后摆了摆手，立马换了一副笑脸。别生气，别生气，你们小孩子打闹怎么还跟法院开庭一样？小孩子打闹可不需要下跪道歉。老高反应迅速地接上了话，我见状也赶忙接了一句，也不需要赔15万。医院的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任光远这人平时在学校就仗着自己力气大个子高，作威作福，讨厌他的人连起来可以绕地球2圈。所以这件事情出现后，以前被他们欺负的同学也纷纷鼓起了勇气，把事情的起因经过以书面形式递了上去。热血有正义感的同学更多，一帮人自发地帮我唾弃起任光远来，骂他流氓都是轻的。任光远终于品尝到了自己酿下的恶果。最终，在我妈和全校同学的强烈抗议下，任光远被转去了别的学校。当然，我们也没有赔钱。老高和我妈在事情解决之后给我放了1天假，带着我去新开的商场好好的玩了1天。晚上回家，我抱着新买的娃娃，回想起那天老高挡在我前面的样子，鼻头有点微微泛酸。我妈进来送牛奶，看见我偷偷抹泪，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给我掖了掖被子。妈，如果老高是我的爸爸就好了。我觉得我的运气还算不错，中考的时候超常发挥，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一开始我还不太想离开家，但老高和我妈听见了之后当机立断，大手一拍，去，必须去。为了方便接送我，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旧车，整了辆新的回来，还捎带着催着我妈趁着暑假去考了个驾照。万事俱备，我就这么水灵灵的被送去了高中。帮我整理宿舍的时候，老高和我妈配合得十分默契，俊男美女的组合也很显眼。我上铺的室友在家长们离开之后，拉着我兴奋的两眼冒光。你妈妈好时髦，你爸爸也好帅，
个子好高。我一边强忍着笑，一边不受控地骄傲地抬起头。当然，我妈和我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我想，至少在这里，可以让我悄悄地做一会儿梦。或许是因为换了环境之后遇到的都是正常人，我的高中生活虽然离家很远，但却还算舒心。别看老高是个初中老师，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没有他不懂的。有了他的辅导，我原本一般的成绩也开始突飞猛进。家长会上，班主任见到老高是我的家长，马上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还在会后拉上他说了好一会儿的话。后来我才知道，老高原本就是这里的高级教师，如果不是当年出了车祸聋了一只耳朵，现在估计已经能做主任了。我问老高，是不是我和我妈耽误了他？他笑了笑，给我买了个糖葫芦，然后摇了摇头。家里出事之后，我一度振作不起来，总想着就这么算了。长辈们看不下去，就开始张罗着给我相亲，想借此来让我振作起来。说到这里，老高叹了口气。其实听到荣花说怀着你的时候，我也稍稍松了口气。我当时想，要是我能给你们提供个安身之所，也还算有点用处。但后来，你们也开始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小茹，别总觉得你是个拖累，你和荣花是我最重要的家人。这话说得我很想哭，但又觉得有点丢人，所以偏过头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老高是个好人，这是实话，但我又觉得单单一句好人没有办法概括他。他也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思，会在我妈的锁屏日志推送跟我亲爹有关的细节时偷偷闹脾气，会在我物理大题犯低级失误时板着脸装生气，也会在我妈接到外公电话情绪不好的时候一边轻轻叹气，一边想办法逗她开心。我看得出来，老高喜欢梁荣花，但梁荣花看不出来。即便院子里的绒花树都已经长得超过了房檐，他还是看不出来。后来我又觉得，他或许也看得出来，只是不敢相信。他总觉得自己欠老高太多，在还清之前没有资格跟他平等的对话。但是绒花，你低头去看，老高早就把爱你刻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了。我原以为老高和荣花两个人的感情会就这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发展，但是一个不速之客就这么突然来了我们的小镇。要我说，有时候乡镇发展的太迅速也不是件好事。前段时间我们这的海景火了，一下子变成了旅游胜地。我那个便宜爹在的乐队也趁着热度，将演出的目的地定在了这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全家正在放暑假。夏天闷热的空气被空调画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我和我妈在里头，老高在院子外头戴着草帽种菜。高，哎呀！我妈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开不了口。老高吃醋了，而且是很要命的那种。见此情形，我坏笑着出主意，说让他改口叫老公，保证包治百病。然后就被揪着耳朵送回屋里和暑假作业相依为命。你信我，我真的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饭桌上，老高依然很沉默，眼神中甚至都有几丝落寞在。我叹了口气，默默祈祷他们两个能早点彼此敞开心扉。但老天似乎很喜欢开玩笑，他俩的关系刚缓和一点，陆秋雨就找了上来。多亏了我这张该死的脸，他一见我就知道我是谁的孩子。激动的双手都在颤抖，在见到我妈的那一刻更是双目通红，直掉眼泪。荣花，原来我们有个孩子。滚！我妈莫搭理他，如临大敌地看了一眼身后的老高。他扶了扶眼镜，随后便闪身进了房间。
陆秋雨还想说些什么，上前想拉我妈的手，被一把甩开。我警告你，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当年的事情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你变心了，要和那个土大款在一起，才心灰意冷选择离开的。这次回去，听说你当年，我错了，荣花，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把那些都忘掉好不好？不好。如你所见，我已经结婚了，我们夫妻关系很好，所以请你别来招人嫌。我都知道，你是为了彩礼钱救命才嫁给他的，钱我帮你悬，他一个惨。陆秋雨话音未落，我妈就一巴掌扇了过去。她捂着脸，满眼都是不可置信。我妈着急地盯着屋内，担心老高也听到刚才的话。陆秋雨，我不管你之前之后因为什么，听到什么，你离开了我，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是个事实。说实话，你是小茹的亲生父亲，如果可以，我也不希望我们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但如果你继续这么无理取闹地伤害我的爱人，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败名裂。说完，在陆秋雨震惊又受伤的目光中，我妈转身走进了屋子，离开之前还不忘转头再次警告对方。你知道的，我向来说到做到。其实我也搞不懂，上次我妈话说的都那么绝了，为什么陆秋雨这人还不肯放弃？在我家第3次蹲点被我妈拿扫帚打出去之后，她开始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小茹，你有没有想要的？爸爸买给你。你要不还是别这么自称了，听得我起鸡皮疙瘩。无视了我的抗议之后，他领我走进了镇上最华而不实的那家店，不知道按着谁的喜好，在菜单上噼里啪啦一顿点。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摆出了一副跟自己叛逆的五官毫不相干的慈爱表情，看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其实我觉得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你莫必要被困在原地，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好吗？大人的事情你不懂。陆秋雨没理会我的劝告，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眼见劝说无果，我也懒得多说。来烦我也好，给老高和我妈一点空间，好好交流一下真心话，说不准还能成为他们感情的催化剂。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好好蹭几顿饭。正这么想着，餐厅外面却不知为何聚满了人，还有好多扛着长枪大炮一样的摄影机，隔着玻璃对着我们猛一顿拍。察觉到不对的陆秋雨想要挡住我，可是已经有胆子大地跑了进来，左右摇晃着想要拍到我的脸。秋雨先生，请问这是你的私生子么？秋雨先生，请问你专程来这里演出是为了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么？一串又一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朝我们袭来，我没见过这阵仗，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连挡脸的事情都忘了。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件外套就这么蒙住了我的脸，随后熟悉的香味便钻进了我的鼻腔。陆秋雨，你就是个混蛋！老高的声音传来，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愤怒。我掀起衣角探着头去看，他正揪着陆秋雨的衣领，眼神中是满溢出来的怒意。那也轮不到你来管，这是我的家事。记者们看着这一切，眼神中满是新闻头条的喜悦。老高咬着牙盯着他看，拳头上满是青筋，却还是没下得去手打人。我知道他在顾及我，真是个傻子。从陆秋雨出现开始，他好像就陷入了一种自卑的怪圈。在他眼里，我妈和陆秋雨是因为误会分开的。如今误会解开，债务还清，他不欠他，自然会带着我离开，去追求真爱。他真傻，看不见绒花种在绒花树下的玫瑰，每一朵其实都是他。他也真傻，看不出我心里的父亲其实只有一个，一直都是他。不过老高就是这么傻，
总是自己默默的付出，然后等到收获的时候，却总是摆摆手说，小树发芽是小树的努力，不能把功劳算给他。我想到这里，掀开了头上的衣服，上前握住他的手，就像几年前他从网吧抓我回家时一样，坚定又温柔，但还有一点点恨铁不成钢。陆秋雨老师，谢谢您愿意来帮我，为我的朋友录制生日视频。很抱歉之前没有提前跟家里人说，害我父亲误会了，给您添麻烦了。说话间，我冲老高眨了眨眼，然后笑着提醒他，爸爸，事情都解释清楚了，我们回家吧。我是私生子的这件事情最终还是没有被曝光，应该是秋雨良心发现，在背后有了什么动作，但最后我还是莫能改口叫老高爸爸，因为我俩都不太自然。他摆了摆手，捂着脸有些尴尬地说，还是叫老高吧，老高好，老高好。陆秋雨在演出结束后离开了这座小镇，没有留下告别感言，但家里却开始时不时地收到一些匿名的礼物。我妈对此十分不屑，每次都直接挂到了二手拍卖网站。老高对此十分满意，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从他眼角的笑意和扬起的嘴角都看得出来。后来我觉得陆秋雨简直就像老高和我妈的丘比特，每次他来，那两人的感情就会上一个台阶。陆秋雨本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个事情，蹲在我家院子里喝酒撒泼耍赖。但很遗憾，我妈和老高没人管他，最后还得是我来。我说，你差不多得了，回去吧，就你这属性，再来2次我可能都得有弟弟妹妹了。小茹，爹心里苦，心里苦啊。算了，我也不想管了，给他丢了个毯子。他缩在院子里缅怀了一晚上青春之后，就趁着凌晨踏上了工作的高铁。其实我私下里问过我妈，知道当年的事情纯属误会之后有没有后悔。她只是摆了摆手，望着四方院子中的小小天空，脸上带着释然的笑。小茹，在遇见玉成之前，我曾经自暴自弃地以为这辈子都没办法离开这个困住自己一生的小镇了。那之后呢？那之后啊，我觉得即使不离开也没关系，因为我发现困住我的不是这一方土地，而是人。他的话我大概能听懂，却不能完全理解，只是装作很明白的样子点了点头。我考上大学之后，去了离家很远的城市。我妈很高兴，说女人就该这样，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老高虽然嘴上附和，但是席间喝了2杯酒，却开始掉眼泪。开学那天，他给我塞了一大堆东西，还把自己的银行卡揣到我兜里。我妈笑他是瞎操心，在车站背过身时，却悄悄红了眼眶。后来的工作，我选在了大学的城市，在攒钱买了自己第1套房子之后，我提议过将他们接过来，但2个人都拒绝了。他们说舍不得家里的小院子和绒花树。我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还是在家里为他们留了一间房。听说老高退休之后迷上了下棋，逢人就掏出手机炫耀我，说自己闺女给自己又买了什么好东西，巴拉巴拉的，搞得周围的老头见到他就烦。故事的最后，我妈还是走在了老高前面。他离开之后，我就把老高接了过来。为了让他适应，还特地在阳台上摆了一棵假树，让他没事的时候可以在树底下坐一会儿。但老高却不太开心。我一开始不理解，后来就明白了，他还是舍不得还刚开出来的绒花。于是我忍着不舍和担心，将他送了回去。老头在回到家的那一刻，终于露出了笑脸。他抚摸着绒花树干上斑驳的沟壑，静静地待了很久，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最终，老高的生命停在了他的78岁。在一个阳光充沛的午后，他静静地坐在摇椅上，带着笑进入了梦乡，然后毫无征兆地一睡不起。人们说这是喜丧，做子女的应该开心，因为这样去世的老人会在之后化作日月星辰，保佑子女。但我按照遗嘱往海中撒2人骨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泣不成声。望着逐渐远去的灰烬，我不自觉地喃喃哼起了儿时开玩笑编出来的歌谣：春风吹柳绿，老树吐新芽，老高与荣花永远不分家。再见，妈妈。再见，爸爸。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记得常回来看看，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咱们下期见。